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你们的酒仙小姐姐菲菲，我们的老朋友了，泰森哥。大家好。喝威士忌怎么可以少了波本威士忌？可以少一点。你把我的开场白全都给我打断了，我后面还想说那个波本威士忌现在如火如荼，但是它真的是如火如荼。对，因为主要是威士忌圣经上一直在推了。就比如说我们这个2014、2017的美国年度威士忌，美国年度威士忌，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一个品牌，它叫做 Garrison Brothers。那这瓶酒呢，你看瓶子就知道这瓶酒一定是价格不菲的了，再加上现在它拿了奖，然后就各种威士忌，波本威士忌被炒作，现在这一瓶酒要500-600美金，对，差不多要600了。谁会花500-600去买瓶波本威士忌？我真的是。那还有花几千块钱去买那个 Papi 那个都是疯子，我觉得。那我们今天准备跟大家分享的3个Garrison Brothers 的作品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它的 Small Batch， 就算是它的基础款。它是 Small Batch， 就是小批量生产。另外一个呢，就是比 Small Batch 要稍微好一点，多1年陈酿的一个 Honey， 它是一个黄色的瓶子。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它的 Single Barrel， 大家都知道那个就是 Single Barrel 啊，或者 Small Batch 这种，在波本威士忌里面都是非常常见的2个名词。那我们先话不多说，我们先来尝他们的酒，然后我们再聊一下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选 Garrison Brothers。 太甜了，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波本威士忌一股奶油玉米的那种，就是腻，就喝着酒闻着就腻，闻味道会有点腻，就一股玉米饼的那个香气，特别甜，加了奶油，加了糖，然后就有点 over 了，就太过了。可能，但是我觉得波本威士忌都是这个味道的，有点酸。它很像那个甜豆浆的那个味道，加了一点对，加了一点点的，就那个豆子，就黄豆的那个腥气在里面。有豆浆的那个，你这一说，我能闻得出来了。其实，在波本里面，我觉得这个味道还算 OK 的了，还算能接受的。真的吗？其实不差，这个如果是放在波本里面去喝，我觉得它还挺有它自己的特点的，很浓郁。这个酒就是那种苦版的极致糖浆，而且特别特别的甜，然后特别特别的辣，度数很高。我觉得还不错，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甜，然后有点浓。我们可以1个月只做1次波本，或者不做吗？就尽量少波本。太痛苦了。可能它的那个浓郁度会把它的有一些细节，我们就没办法去细品到它的一些。就它没有什么细节，是没有细品到它的一些味道。好，可以。它整体还不错。可以喝第2个了。还行，我觉得还行。这个好多了。这个没有那么甜腻了，这个是酸头的。因为这个会带有一点点真的那个豆子的那种腥气的那种感觉，这个会稍微偏水果花香。这有塑料味儿，你闻，就是塑料袋味儿。杏仁。明明是塑料袋，他说的杏仁。要说好听一点。我只是直接的告诉观众们，这个波本威士忌可以做成塑料袋味儿。其实它的花香味我觉得还挺好的。还是觉得有一点，就是雪梨桶和波特桶那种枣子味儿，有一点点那个蜜，其实是焦糖，就是那玉米。我觉得它偏蜜糖，偏蜜糖的感觉，感觉是蜜枣泡出来的那种。哎呀妈呀，真不想喝第3杯。这个也没有好到哪儿去，真的好甜啊！我还以为他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然后好甜。这款比第1款还甜浓啊，又浓是吧？又浓又甜。我不想再喝第2个了。刚才我们有介绍味道吗？没有。甜，好吧，第3个。除了它的甜味，
然后其实它很多都会带那个就奶油的那个香气，焦糖，然后其实里面会加，好像这一款很特别，就有点像那个豆浆，这一款呢就稍微加了一些那个花蜜，然后有一些花的香气在里面，但是还很甜。而且这款酒我觉得度数更高了，我喝完了之后我现在晕了。都不敌这两款。来最后一款，终于可以。这个味道淡了。这个淡了很多。这个味道淡了。但是真的这个好多了，我喜欢这个。是吧？这个好很多。那两个跟那两个比，简直是一比一比。但是不知道怎么说，它在嘴巴里面没长度。我没有办法去仔细分辨出来它究竟有什么味道，因为它太甜了。它总感觉就3个喝下来，它都感觉都是就是融成一块在那里，就把所有的味道综合起来，然后所以很难去说啊，我在里面具体有一些什么味道的变化，它是没有。波本威士忌最大的变化就是特点就没变化，完全没有变化。我觉得大家看完我们这期视频，肯定对波本威士忌也有不了什么好印象了，但有可能只是这个品牌。其实我觉得，就它整体的口感，还有那个甜美度，其实还是不错的。我这3款酒我会选第3款。我能够接受的话，其实我也会选第3个，就放着我能喝的，因为这2个让我喝太甜了，真的。喝了2、3口之后，可能我会比较难继续再去喝。是啊，就是啊。对。好吧，那请导演给我们执笔，我们写下我们的答案吧，看看今天会不会翻车。好了，你第一个选的什么？我第一个选择 Single Barrel。我第一个选的 Small Batch， 那第2个呢？Single Barrel， 然后第2个 Honey。第2个我也选 Honey。好。第3个选择它的 Small Batch， 它的基础款。你为什么第3个？因为我觉得，如果是说，因为它那个后面这2款基本上都是在那个 Small Batch 的基础上去做的。那最好喝应该是 Single Barrel， 不是吗？不是，我反倒觉得它可能会，它的 Single Barrel 里面有可能它的味道会更加重。好吧，那请导演帮我们揭晓答案吧。那导演已经帮我们揭晓答案了，我只对了1个，然后剩下的我们全军覆没。也就是说，我们刚才尝的第1瓶是 Honey。好像是我对了1个。你对了1个。对，我对了这个。第3个是 Small Batch， 对，第3个是 Small Batch， 对，它基础款。好吧，那我反正就是猜错了。第1个是 Honey， 第2个是Single Barrel， 第3个是 Small Batch， 也就是说 Small Batch 是它的基础款，这款基础款的价钱是在$90，100美金。然后这瓶 Honey 呢，它是在 Single Barrel 的基础上多陈年了1年，然后它的价钱跟Small Batch 也是一样的。然后最后的这个 Single Barrel 是最贵的。那120，它是120美金。然后其实它是在它这个 Small Batch 的基础上啊，这个它是把那个波本桶的那个木条切小段，然后呢放到蜂蜜里面去浸泡，就说它就德州当地的那种蜂蜜，就那种蜂蜜，然后去浸泡，浸泡完之后吸收完之后呢，然后再放到就跟它这个原酒放到一起，然后再去。就是说让酒去吸收这个木头里面的蜂蜜。我一直你知道这个做法只有红酒在做吗？这算是一种创新吧。说回来，因为这个酒厂其实是有它的特色的，我们今天选它，然后因为它是属于那个德州，就我们所知道，在美国这边，德州的话是偏南部了，比如说靠近那个墨西哥那一块的，然后它这边呢一个气候，其实气候很接近于那个中国的广东的那边的天气，就开完了的那个台湾的那个。那已经台湾是已经属于热带了，它这个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了。比如说它偏，就是说可能比广东要热一些，因为它那边也有一些，我们知道那个西部
就美国西部牛仔，就是德州嘛，所以你看它的包装也好，其实它很有西部的风格，对，很有西部风格。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徽章警徽，包括我们刚才说它最贵那一款，它其实就叫 Cowboy， 对，它的名字就叫就叫牛仔，这是它的名字叫那个 Cowboy， 它叫 Cowboy， 它就叫西部牛仔。所以它的整个风格就是西部的德州的风格。然后德州其实它有一个特色，就是说它那边就每年它的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其实它气温还挺高的，就有特别就是说像他们在那个谷仓里面，因为它谷仓是用那个钢片去拼的，所以它那里面整体的温度会非常的高，基本上会超过大概180度，就是说将近40度。那很高了。对，很高的一个温度。那这个如果要是一直都还蛮热的情况下，所以就做成了这个样子。这有点太甜腻了。有点太甜腻了，真的是，比起来我真的是会喜欢 Blanton。但是我觉得它的基础款还不错。对。它基础款是还不错，就是说这个我觉得做的刚刚好。这款酒如果是说花个100美金，如果你想买 bourbon 的话，对，100美金的 bourbon 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推荐。就是那个 bourbon， 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它挺便宜的，比如说30-40或者40-50美金，就现在这个行价来说，你会买到一个很差强人意的 bourbon，因为整体 bourbon 甚至炒的比苏格兰威士忌还要高，所以在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谜，就是我特别希望你们给我留言告诉我你们喜欢波本威士忌的点在哪儿。今天的 Garrison Brother 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给我们点赞关注哟。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让我们帮大家尝的酒，记得给我留言。我们下次见了，拜拜。拜拜。